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滕光灿。今天呢，请来山东的大厨，我们制作正宗的山东临沂炒鸡。全国吃鸡看山东，山东炒鸡看临沂。临沂是沂蒙山炒鸡。我是来自山东临沂的徐勇，我从事厨师行业22年。我们临沂炒鸡基本上采用的是1年半以上跑山鸡，就是吃活食或者粮食长大的。它脚后面有灯吗？能看见吗？老鸡是吧？对，全是老鸡，最少要一年半以上18个月。因为它生长周期跟它的肉质，还有它的那个运动量都是有一定的有一定要求。对，你看这肉质，先把后背开一下，去掉内脏、心肝，还有最主要的是鸡腰子。鸡腰子大补，一般男人比较喜欢吃。这鸡一般要多大块？用手指头3指的块，块大一点有嚼劲，而且它那个肉味口感很有弹性。就这么大。不用推的，连着就可以。这是精选小米辣，切滚刀块容易入味。现在咱们把这个螺丝椒改刀，切滚刀块。这是老一辈是我的师傅传授我的技艺。老一辈讲的东西必须要遵守，要传承，是吧？操作之前呢，我先说一下，咱们经过现在的社会的进步呢，咱们口味也改变了。改变了以后呢，通过我们慢慢的改进，现在我们炒鸡的做法是这样的：先用生豆油，还有咱们的主大油，然后呢用这个黄豆酱。这是黄豆酱，这是为了增加酱香味儿。这个海鲜酱，海鲜酱是为了增加它的颜色，色泽红一点，色泽红润，然后就是颜色浓度啦。还需要我们加少量的蚝油，它可以让鸡的鲜味儿，还有它的汤汁更加浓稠一点。好的。对，它用的香料有八角、白芷、这个桂皮，还有姜片。螺丝椒的口味容易入味，也是符合我们那个沂蒙人的口味，比较辣是吧？对，比较辣，增加辣度的。还有这个小米椒。它是朝天椒，它的辣度是味很正的。现在还添加一部分的蒜和大葱，因为我们山东沂蒙人呢都是喜欢吃这种重口味的东西。到时候还有鲜花椒，还有大葱、大蒜。是吧？我们沂蒙人的口味就是想吃地道的沂蒙炒鸡，就要吃这种口味。好的。接下来我们点火起锅，开大火，迅速的将锅烧热。热锅中加入冷油是最有效防止食物粘连锅底的方法之一。油热以后再次倒出。接下来呢，我们首先是加入大豆油，大约50克左右，再来50克的猪油，将它们融合在一起，全部烧热。油热以后，先把八角、桂皮、白芷全部加入锅中，煸炒出香味儿。一定要炒到自己用鼻子可以闻到这个香料的香味就可以了。其次再加入姜片。接下来，那么将火调大，然后下入鸡块，不停的煸炒。徐师傅，就是刚才在炒鸡的时候，我看你在煸炒的时候一直用大火这个有没有讲究？对，必须炒菜也好，炒鸡也好，因为炒菜最基本的必须锅气，任何菜没有锅气没有灵魂。一定要把鸡肉中的水分全部炒干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加入干辣椒，增加辣度。这只鸡呢净重大约1.2千克，加15克左右的黄豆酱，再加入15克左右的海鲜酱，简单的翻炒均匀，将酱汁炒出酱香味儿。大概加入7、8克左右的蚝油，有提鲜和提升汤汁粘稠度的效果。再来7、8克的老抽上色。接下来咱们大火将它翻炒均匀。这个时候呢，咱们看一下锅中的颜色然后呢，我们加入清水，清水的量和鸡块保持一平。最后呢，加入15克左右的生抽，
增加底味还有提鲜的效果。这个鸡呢，在煮制的时间大概要煮多久呢？这个煮制时间你就看鸡的年龄，因为它要是现在咱做1年半的话，要煮在45分钟到1小时之间。因为大火，煸好以后加上咱们的汤，然后烧开以后改成小火，小火慢炖到45到1小时，然后再打掉里边的料渣，然后再进行收汁。哦，好的。这只鸡我们盖上盖子，大约烧制了1个小时，煮到这种用勺子的头部能把它按碎就可以了啊。这个时候鸡块的颜色也上去了。下一步我们用漏勺将里面的所有料渣全部打捞出来，也就是说除了鸡块以外，其余的所有香料全部推荐出来不要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用大火一直不停的收汁，在汤汁收到非常粘稠的时候，我们加一点白糖、鸡精和味精，主要是提鲜的，但是呢千万不要加盐。鸡腰一定要在这个时候加入，加早的话呢早就煮没有了。当锅中的汤汁收到快要干的时候呢，这个时候我们加入小米辣椒，其次呢是蒜头，再次煮至15秒，将小米辣煮出辣味，蒜头煮至断生，下葱段，下鲜花椒，最后我们加入切好的螺丝椒，用大火再次煸炒，将它炒至出味断生。这样一来呢，就可以出锅装盘上桌食用了。以后在宿迁想吃这道菜，一定要到我的酒店来。这道菜呢，就成为我们酒店的特色菜了。